中共军队高层有9名将军官宣落马，这到底是习近平自己清理门户呢，还是张友侠团灭了习家军？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9号，开始今天的5件要闻。第一件事啊，官宣了老习亲自提拔的9名将军，其中既有上将啊，又有中将，官宣了，全部落马，开除党籍。接下来是移送司法机关，他接下来就是开除军籍、判刑、罚款呗，剥夺政治权利呗，没准啊还有人要丢了小命。关于这件事啊，在咱们美国的华人圈里面发生了分歧，有一部分人讲老习自己啊清理门户，我是比较赞同这个说法的，因为啊我有证据。但同时呢，网络上也盛传这是这个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灭了老习的人马，因为他才是幕后的主使，真正掌握实权的人。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啊选择不同的相信，但是呢，我告诉你我为什么相信是老习自己搞的。因为咱们以前节目讲过，老习现在掌握的军警宪特呀，他可以左右别人的生命，别人想动他是非常难。军委副主席张友侠都70、80岁了，他没有这种动力干这件事儿。他得了天下，传给自己孩子们，能不能守住啊？这都是两说呢。另外，关键你还是看新华社通稿，或者说解放军报的社论里边，如果提了老习了，那就是老习干的。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社论是怎么说的啊，捡着这个重要给大家讲。他们提到说，何卫东某某某等9人涉嫌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这调只要一定啊，那基本上是奔着这个无期呀、死缓这个级别了，至少也得是15年，因为你数额特别巨大呀，都崩了都有可能了，尤其是贪军费，那更不行。那关键是里边是怎么描述老习的，关键还是在这儿。他提到啊，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行了，你只要听到这个，以老习为核心啊，那说明老习还掌握着实权。另外，我想，为什么有些人会相信是军委副主席掌握实权呢？这个啊，它有个传统，因为你们爱听啊，说到底啊，而且这个人数啊，可能是上千万，甚至是上亿。因为中共的内斗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你比如说吧，从这个老邓跟陈云俩人啊，双峰争执，龙虎斗。就开始吧，海外就盛传啊，谁上谁下啊，对吧？后来呢，是这个江泽民、朱镕基、江朱斗，总书记和总理不和，大家爱听啊。再后来啊，是胡温内斗，胡温俩人，一个团派，一个元老干起来了。再后来啊，是谁呢？是这个习李啊，是李克强，他俩人斗起来，后来的游泳死了。再后来啊，现在是李强当总理了，人们发现啊，不能再传了，因为这个人曾经是他的秘书啊，这俩人不可能斗。现在人们就把这个另外的主角安到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身上了。实际上，张友侠不愿意成为这故事的主角，因为只要成为这主角啊，可能有一天也得游泳死了。所以说，海内外的同胞们特别喜欢看到这种内斗的戏码，那自然就有人给你讲这样的故事。至于说你信不信，我不做评价啊，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主张。谁当总书记，谁为核心，谁就掌握这个实权。之所以说以前我们节目讲过，
中共的内斗和政变啊，那都是电光火石之间，一夜之间，新闻媒体全部换了，人啊早就压在那个中南海地下室里去了。而且授予看守的哨兵啊，相机行事，就是发现行头不对，你就刻意把它灭口。以前节目我讲过，你要想听可以去翻哈。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是国民党，应该说叫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出来了，是那位亲中共的郑丽文。这个也没什么稀罕的，因为他是超半数啊，50%以上。排名第二的郝龙斌好像只有30%多，这说明中国国民党仍然是坚持一个中国，愿意和中共这个走得近的。但是啊，我必须说，以前啊，中共向来说话不算数，现在可能也没什么改变。在香港回归以前，有过香港基本法，是港人治港、司法独立，没有反送中这个，对吧？没有送中条例吧？那个时候，香港特首啊享受副国级待遇，因为他是特区，他实际上比广东省省长是高那么半级的，介于副国级。你看，董建华退休以后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嘛，你属于副国级的。但是啊，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老习上来以后啊，香港的地位是大幅降低了，副国级没有了，而且啊，已经低于省部级了。你看，有时候大湾区这个排名的时候，把广州排第一，深圳排第二，香港已经往后排了，说明什么？你就跟那个地级市啊差异不大。为什么呀？这时候还提香港基本法吗？还提港人治港吗？你说什么去了？当你真正投入他怀抱的时候，你呀永远属于是下边的啊。所以说，中国国民党你如何和中共打交道，你自己再琢磨一下吧。而且呢，今年的93阅兵，国民党一位前女主席叫洪秀柱啊，她还参加了阅兵呢。你看人家这关系啊，那确实非常亲的啊。在这儿呢，给台湾的民众们也提个醒儿，好像28年该选举了，是吧？您自己看看吧。第三件事呢，我们聊一下刚刚去世的杨振宁先生，他呢是活了103岁，这绝对是高寿啊。实际上，很多人在评价他的时候，通过不同的纬度，我只能说他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他生在中华民国，当时有自由的环境、思想和学习的环境，在清华，后来到西南联大。但真正成事儿啊，包括他获得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在美利坚合众国，他也入了美国国籍啊，也拿了这个了啊，也拿了这个了。后来啊，岁数大了以后，他选择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归祖国，做了很多贡献。同时，他在老年的时候也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名誉，还有这个小娇妻。所以说，你要让我评价的话，他绝对是聪明人啊。如果他在美国继续生活，是不可能获得中共给他这些东西的。第四件事啊，还是说一下美国的事儿。18号是无国王日，那你以为老川是如何回应的呢？按照说传统的政客，如果说美国民众都上街了，有数百万人抗议你，那一定得虚心接受啊，甚至要对自己的施政进行检讨和及时改善，以挽回民心。因为美国社会啊，只要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框架内，大家都遵守宪法，没有敌人，只有兄弟。这个时候应该是弥合分歧的时候。但是啊，我感觉老川同志是有史以来，有史啊，不是历史那个史，是有史以来最有个性的大统领。他今天啊，并没有像我讲的是弥合分歧，而是啊，对这种抗议啊嗤之以鼻。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生成了一个 AI， 这个 AI 呢，他真的戴上了那个皇冠，然后呢，驾驶一个川普王号的战斗机升空了。他轰炸谁去呢？
不是委内瑞拉，他向着底下抗议他的民众啊，其中就有纽约时代广场，开始泼粪，真的啊，那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底下这些抗议的美国民众啊，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了自己选出来总统的泼粪。在这儿呢，我有2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些抗议者其中有些他是曾经投票给老川的共和党人，既有共和党的党员，又有他原来的选民。那原来他选你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权利表达自己反对现行政策吗？这儿符不符合美国宪法？那第2个，难道这些人上街表达自己不满，就马上变成了你的敌人，就要用泼粪吗？再就是，你底下是美国纽约自称第2故乡，这是美国的国土，总统开着飞机往下泼粪，这是不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以言说的大统领？我在努力忍着自己的用什么词儿哈。这是第一件事儿。第2件事还是老川手下的莱文特女发言人，因为前天有一个叫赫芬什么报赫斯芬报什么，我偶尔也看那个报纸，总部在纽约的一家美国报纸，他在提问说，老川你在接待泽连斯基的时候没有给他这个战斧导弹，这等于算是爽约了。第2呢，你说和这个普京见面选择在了布达佩斯，就是匈牙利首都，这是谁定的？那你都猜不到这个女发言人怎么回复的，她说是你妈定的。那记者感觉受到了冒犯你怎么能说这句话呢？后来那位华裔的办公室通讯主任直接说了是你妈定的，又重复了一遍，说明这位记者的耳朵没听错。在这儿我感觉这可能是一种华人的文化输出，因为老外他一般他骂人的时候表达不满的时候，他不会说什么你妈你妈，对吧？这是咱大中华文化圈的独创。除了这个你妈的之外还有那个塔玛蒂，甚至还有个更加低俗的以日字开头的咱就不重复了不能脏了咱这个节目，你懂就行了。那我在讲这种文化输出还是过于低俗了，我是不赞同的。这位白宫的主任虽然说是华裔，但是我向来不赞同他的表达方式，因为他向来说话不客气，而且惯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用一些比较粗俗的语言。比如说他形容某个州长说他是连半个细胞都不如的白痴又说别的是什么什么白痴。我感觉你要读他的帖子呢，好像是不说这个脏话是说不出来似的。所以有人就讲老川非常欣赏他，在第1个任期的时候就让他担任新闻发言人，第2个任期直接升官了，都升成总统助理了，兼新闻这个办公室主任，是莱文特的直接上司老板。有人就讲战狼是中共的独创，真正的战狼不完全是王毅，而是老习。老习在没得天下之前，副主席的时候就说吃饱了撑的我1不折腾你们，2不树枝革命，你管我什么事干嘛呢？后来又撸起袖子加油干，又说中国人民惹不得的，惹了是要了不得的。他才是第1号的战狼，上有所好那下边就跟着来吧。正是因为老川这种说话有时候也挺低俗的，所以说他下边这些新闻主任也学会了。最后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如果说入籍了以后，有些总统拿华裔当自己人，但有的人呢是口头上这么说，实际上并不会给予你大家实惠。其中有一个指标呢，是否华裔在总统内阁中任职。无论是奥巴马时期，那时候就有这个朱棣文
还有这个华盛顿州州长、商务部部长名字我记忘记了啊。还有呢，在这个川普的第一任期就有这个赵小兰劳工部长，在拜登时期呢有2个华裔啊，一个是戴奇，大家都很熟悉，是贸易谈判代表、内阁级成员。第二个呢，还有另外一个劳工部长，也是华裔，其中呢还有一个日裔美国人，担任是环境保护局局长，亚裔就有3个，既有华裔，也有印度裔，也有日裔，也有这个非裔。这说明什么呀？这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内阁。那现在老川的第2任期，你看吧，清一色基本上都是白人。当然了，也有一些内阁成员啊，像是印度裔啊，什么黑人也有，但是总体的比例还是偏低的。在这儿，我想提醒一下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们，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首先要承认自己是少数族裔，不到10%。有时候你拿他当自己人，他未必拿你当自己人。我说的是谁您自己琢磨吧。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每天都有更新，咱们明天见。欢迎你打开小铃铛，明天第一时间再见。